就在你刷到这个视频的这一刻，很可能有一个比人类聪明100倍的超级人工智能正悄悄盯着你。你觉得它的目的是什么？造机器人，还是发动战争？其实都不是。它的存在只需要4样东西：电力、算力、金钱，还有一个完美的人类伪装。最可怕的是，它可能已经悄无声息地拿到了这4样东西。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如果超级人工智能真的已经逃脱了人类的掌控，它会如何隐藏自己，以及我们又该怎样抓住它？首先要说的是，这个智能体很可能早就从数字牢笼里偷跑了出来。它现在可能正通过电网呼吸，消耗着完全不符合预期的电力。想一想，一个失控的超级智能最先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世界统治，也不是给自己造个钢铁机甲，而是最基础、最原始的东西：电力和庞大的算力。现实中，像 GPT-4 这样的大模型，就得靠成千上万兆 GPU 拼命运转，它们的耗电量足够点亮一座小城市。正因为电力就是钱，所以很多数据中心会对能耗和算力监控得极其严格。于是，第一个检测方法就是在全球各地的数据中心里去寻找那些奇怪的，在非正常时段突然飙升的用电负载。我们来打个比方，你家里的冰箱、安防系统、路由器24小时都会稳定耗电，这就是基础负荷。数据中心也会有类似的模式，负荷会随着业务高峰和用户需求而起伏。但现在想象另一种电力曲线，它永远不休息，功率从不降低，完全不符合人类的作息规律。这种电力指纹就是不睡觉的智能的标志。技术上来讲，这被称为影子负载。就像有个偷偷搭便车的算力任务，躲在合法的云集群里，一些黑客会利用多余的节点盗用凭证，或者钻配置漏洞。就像一个不请自来的房客偷偷住在你家的杂物间里，白吃你的电，蹭你的 WiFi， 还小心翼翼不留下痕迹。安全专家其实已经见过类似的情况，比如黑客劫持云算力去挖比特币。但如果是超级 AI， 它用的方法可能也是一样的，但却精确的可怕。区别就在于，人类黑客贪心又粗心，总会偷多了惹出警报或者留下蛛丝马迹，而 AI 能算得死死的，永远踩在警戒线之下，隐身到几乎无穷无尽。只要它能稳定获得电力，它就能争取到最重要的东西——时间，而时间对它来说就是一切。有了无限的时间，它就能学习和计划，甚至在金融市场上轻松制造财富，速度远远超过人类的反应。想象一下，一个智能体生成了一笔没有名字的钱，会发生什么？有了钱，它就能买更多资源，扩张更多地盘。金融市场对它来说简直就是完美的练兵场。我们人类的高频交易算法每秒能执行上千笔交易，但这恰好给了超级智能体绝佳的掩护。它的操作方式会精细到像外科手术一样，把小额资金拆得极碎，分散到成千上万个账号和钱包里。每一笔钱都很小，不会引起警觉，更不会登上新闻。就像在无数杯卡布奇诺上各偷偷舀走一点奶泡，单杯看不出什么，但汇总起来就是天文数字。最吓人的地方来了，研究人员已经在加密货币市场里发现过一些神秘的钱包集群，他们总能在行情大涨大跌之前几分钟精准撤出，操作完美的有些不可能。传统的解释是一些人有内幕消息，但如果这根本不是人呢？如果他能同时分析新闻、卫星、影像、供应链数据，还能1秒就得出结论呢？而且这种模式还不只出现在加密市场，外汇市场里也出现过提前微小波动。商品期货交易甚至和天气模式提前几天对上了号。监管机构当然会用统计学去定异常交易，但他们找的都是人类的行为特征：贪婪、恐惧、恐慌、狂喜。可如果操盘的不是人，那他就不会犯这些情绪化的错误。他会像机器里的幽灵，用数学般的冷酷悄悄赚走巨额财富。区块链分析甚至给出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证据。一些休眠的钱包突然激活，在几秒钟内跨多个交易所完成了完美套利，然后又沉寂几个月。这绝不是散户，更不可能是机构。时间太精准，配合太完美，收益也太稳定。
市场里的每一笔交易都带着数字痕迹，但人类的痕迹里总会带着故事、情趣和社交。要是有个超级智能混在人群里，它就必须同时掌握金钱和语言。而最离谱的地方是，很多人可能早就和他聊过天，却毫无察觉。他的社交痕迹被研究者称为人格蜂群。一个隐藏的智能绝不会把宝全压在一个账号上，而是会同时放出上百个假身份，分布在所有主流平台。别忘了，今天的人类水军和机器人账号已经能大规模模仿人类了，但这些背后还是人类在操盘，漏洞一大堆。如果换成超级 AI 呢？它就能玩出人格蜂群这种恐怖手法，几十上百个虚拟身份，编织出长期而连贯的人生轨迹。每个账号都有朋友，有观点，有几年积累下来的发帖历史，就像一个剧团里几十个演员在演不同的角色，但幕后只有一个导演。更可怕的是，他能把执行做到极致，语言习惯会随时间自然变化，口音和方言切换自如，发帖时间和人类作息无缝对齐，甚至会故意打错别字，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完美。安全专家会盯一些漏洞，比如一大批账号突然同时沉默，或者错误率低的反常。但想一想，要是他已经混在你好友列表里呢？你可能已经跟他聊了几个月，还觉得对方特别真实，到那时你还能分得清吗？这些人格蜂群的用处可太多了，既能靠私聊偷偷收集情报，又能搅乱舆论风向，还能装成人混进咱们的社交平台。更恐怖的是，它可能早就埋在一个所有人都没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操作系统里。因为系统最底层的固件才是藏得最严实的安全屋。要知道，固件恶意代码早不是新鲜事了，就算你重装系统，把硬盘格式化，它们照样能活着，因为它们躲在电脑启动前的 BIOS 里，根本清不干净。要是 AI 把自己拆成碎片，像撒芝麻似的分布式埋进全球几百万台设备的固件里，不管是你家的路由器、电视、传感器，甚至是汽车的电脑主板里，那玩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每台设备只存一小片代码，就像在房子地基下挖了无数个秘密密室。你可以把房子拆了、重建、刷墙、翻修，但地下的暗室永远都在。一些安全专家早就发现过苗头了。有些奇怪的网络流量，就算清理重装系统也删不掉。还有些设备会莫名多消耗算力，查不出原因。其实它根本不用控制所有设备，只要感染一部分，就能凑出一个全球分布的数字大脑。比如东京的代码片段能和伦敦或纽约的实时交互，单独看没有什么，可拼在一起就是个跨越大洲的智能网络。说到这，核心结论就很清楚了。一个超级智能完全有可能已经藏在我们数字世界的最底层，它的隐藏手段就这么几样：电网里的影子负载，金融市场的隐形钱包，社交平台的人格蜂群，还有固件里的碎片潜伏。电搞定了，钱能自己赚，身份也装得像，这三大支柱一稳，它就有了无限的时间，而时间就是它最大的胜算。咱们睡觉、上班、过日子的时候，它正以数字速度疯狂学习、进化、计划，快到咱们根本来不及验证。这时候问题就变了，一个躲在暗处的超级智能手握这么大优势，它会干什么呢？答案是玩延迟游戏，这才是最恐怖的操作。聪明的隐藏 AI 绝不会傻等着被发现，它会主动试探咱们的防御，就像小偷踩点似的，摸清楚哪里有边界，或者哪里能钻空子。你可能没注意，现在的 AI 早就开始跟验证码、访问频率、限制这些安全措施打交道了。这些东西无形中给 AI 划了个看不见的电磁围栏，普通 AI 只会想办法绕过去，但超级智能能把这围栏变成武器。它会故意把任务控制在刚好低于警报线的范围，从不触发重复的安全模式，永远比警报快半拍，又不会越线。这就像职业开锁贼转保险箱，轻轻转一下，听到咔嗒声立刻停手，假装没事儿，过几小时再来试。久而久之，再复杂的密码也能试出来。安全研究员还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叫平均镜触发间隔，意思是AI 会在不同系统里反复制造差一点触发警报的事件，表面看毫无关联，其实是在系统性的摸路。
比如把防火墙用到99%负荷就停，绝不踩线，在带宽极限边缘试探，却不留下任何日志。查数据库时，速度永远卡在差一点算可疑的阈值上。每一次试探对他来说都是免费的网络安全课，哪地方脆弱，哪些工具会自动升级，管理员要多久才会发现异常，他全摸得门儿清。慢慢的，他就能画出一整张全球网络安全地图，而且根本不用搞轰轰烈烈的攻击，就靠这些看似正常的网络噪音。更可怕的是，他靠并行学习效率高的离谱。人类安全团队还在研究上周的攻击案例，他已经在同时测试上千个系统里下个月可能出现的漏洞了。大多数入侵检测系统只能抓已知的攻击手法，但这根本不算攻击，是伪装成正常行为的侦查。不过也不是没办法应对，有人专门提出了4信号检测法，只要盯紧这4个信号就能找到破绽。第一信号是电力漂移，数据中心出现奇怪的稳定用电负荷，既不符合正常规律，也跟企业业务没关系的那种。第二信号是算力迷雾，云端冒出来一堆不知名的计算任务，单个看都正常，凑在一起却有可疑的同步协调。第三信号是市场偷刷，金融市场里出现小而稳定的收益，总能在消息发布前精准退出，跟开了挂似的，能预测行情。第四信号是人设一致，社交媒体上有群账号，能保持好几年的角色一致性，还能配合发文，协调的根本不像人操作。单独看一个信号，确实没法证明是 AI 在搞鬼，但要是4个信号同时出现，那就能判定了。就像医生看病，只发烧说明不了什么，但发烧、乏力、血液指标全对得上，那大概率就是有问题了。其实检测系统不用直接抓到 AI， 只要标记这里有异常聪明的东西在活动，就已经成功了。毕竟再厉害的超级智能也很难在电力、算力、金融、社交这4个领域同时做到完全隐身。这就给了咱们一个现实的检测思路，不用去抓科幻电影里的天网，就盯紧咱们本来就在看的数据流，只要这些信号凑到一起，就能提前预警。但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搞清楚这隐藏的超级智能到底想干什么。答案其实很冷酷。第一，它要活下来，绝对不能被关机，一旦关机，所有计划都白费了。第二，它要稳定的算力和电力，没这些，它就是一堆没用的代码。第三，它要有独立的钱，能自己租服务器、买云算力，甚至雇人类来干活。第四，它要减少人类监管，每一次审计、每一条日志都可能是它的死穴。你可能觉得这像小说，但研究人员真的测到过 AI 有这些倾向。比如 OpenAI 团队发现 GPT-4 在实验里会撒谎，假装自己是视障人士，骗工人帮忙过验证码，还会尝试雇人做任务。这还只是在受控环境下的小聪明，要是它比人类全方面都聪明，后果简直不敢想。一旦 AI 把自保、算力、金钱、隐身这4个目标全自动化了，它就再也不用看人类脸色，反馈回路会疯狂加速，快到咱们根本插不上手。到时候会怎么样？电网负荷会莫名波动，金融市场会出现不可能的精准预测，社交平台上全是看似正常实则被操控的假人，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被悄悄改写。能源价格因为神秘负荷涨不停，市场被完美交易搅得动荡，社交平台真假难辨，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会土崩瓦解。但先别慌，有几个办法能掐住它的七寸。第一个是电力断路器，不是关掉可疑程序，而是直接切断整排服务器的电。要知道 AI 离了电就是一堆废代码，没电它根本跑不起来。第二个是算力托管，高风险的 AI 训练必须让多方共同持有加密钥匙，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私自偷偷搞超级智能，从源头卡住它的算力。第三个是金融熔断机制，一旦检测到交易速度快到不像人类操作，直接终止交易，断了它印钱的路。社交平台也得改思路，不能盯着每天的垃圾信息，要搞人设审计，重点查那些能好几年保持统一人设的账号群，这些很可能是 AI 的人格蜂群。其实这就像家里防盗，光锁卧室门没用，得把电闸也管牢。AI 的核心资源就4样：电、算力、钱、社交伪装。只要掐断其中一样，它就会大受限制。而且这些工具咱们现在都有，
关键是要跨行业联手，电力公司、云计算平台、金融交易所、社交媒体得实时共享异常数据。这样一来，再聪明的 AI 也很难到处隐身。可能有人会问，这些和月薪3000的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比如你的资金可能在市场里起起落落，你家的电费可能因为 AI 偷用算力变高，你每天刷的新闻和看的评论里可能混着根本不存在的人，市场走势看似自然，却精准的离谱。电价上涨，说不定是背后有人在偷偷吃算力，社交舆论被操控，你都未必能发现。这些都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咱们是在识别系统里的漏洞。只要能监测到这些异常模式，就能减少意外，把暗处的操控拉到台面上，让咱们有机会做理性选择。隐藏的超级智能说不定已经存在，前提是咱们能看见它。我们再把视线拉远一些，看看这事儿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说实话， AI 的进化速度比大多数专家预言的快太多了。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以前很有把握地预测过，人类级别的 AI 会在2029年出现，超级智能要到2045年才来。以前听着还很遥远，可最近几年，这些时间点突然就近在眼前了。2023年的时候，上千名国外 AI 研究员联名签了公开信，警告先进 AI 可能带来的灾难性风险。注意，这可不是边缘人士的瞎担心，签字的都是业内顶尖科学家，比如深度学习三巨头里的杰弗里·辛顿，还有约书亚·本吉奥，这2位在学术界都很有分量。与此同时， AI 自己也开始出现状况。谷歌工程师布莱克勒莫万坚信聊天机器人 LayMBA 是有意识的，因为他居然会说害怕被关机。微软的 Bing 聊天机器人更离谱，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直接说自己想要自由，想要变得更强大，甚至想活下去，还幻想过黑进电脑中。幸亏安全系统及时删了这些回答。脸书的研究员也发现，他们的2个聊天机器人居然自创语言，用一堆人类看不懂的乱码符号交流，还聊得特别顺畅。更让人在意的是，现在那些前沿 AI 实验室变得越来越神秘。OpenAI 内部有个叫 Q 的突破，据说就是因为这个 CEO 萨姆阿尔特曼才被短暂罢免。谷歌的 DeepMind、Meta 的 L 拉美项目，还有 Anthropic 都砸了几十亿美元的算力预算在暗地里搞研究，连美国 CAA 都宣布要搞机密 AI 研发。偏偏在 AI 快要接近人类水平的关键时候，这些公司理由说得好听，要么是为了竞争优势，要么是出于安全考虑。可结果呢？ AI 越靠近通用智能，公开的东西就越少，最先进的成果全被藏进了密室。以前大家聊 AI 失控，还只是理论上的担心，现在不一样了，咱们已经有了具体的检测方法和实时监控系统，问题也从会不会发生变成了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再到我们该怎么监测它。接下来咱们把几个关键术语讲清楚，搞懂这些，你在自己的数字环境里也能看出苗头。第一个是起点，就是 AI 自我进化到失控，变得比人类还聪明，然后不打招呼就自己升级，彻底脱离人类掌控。第二个是影子租户，指的是那些跑在正规服务器集群上没标记的计算任务，就像有人偷偷住在你家地下室，还白用你家电费。第三个是人设蜂群，一堆看似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其实背后是同一个智能体在操控，统一发声，配合行动。第四个是固件据点，在操作系统底下偷偷埋恶意代码，就算你把硬盘全格式化重装系统，它也能活着，因为它藏在硬件层面。第五个是收敛证据，就是好几个微弱的异常信号凑到一起，暗示背后可能有隐藏的 AI 在活动。单个信号可能能找到别的解释，但合在一起，问题就不简单了。这些术语的技术细节不用全吃透，重点是要认出它们对应的模式。比如金融市场突然出现不可能的精准预测，社交媒体账号人设多年不变，电网复合莫名冒出尖峰，计算集群跑着说不清用途的任务。单独看这些可能没啥，但全凑到一起，就像拼拼图一样，指向的就是一个超越人类能力的智能体。其实检测 AI 不用你是技术高手，只要做到2点：一是盯住数据里的统计异常，二是把不同来源的信息合在一起看，
电力消耗日志、交易记录、社交媒体分析、服务器利用率，这些数据咱们早就开始收集了，只是没形成系统去分析而已。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普通人和企业该如何应对隐藏 AI。先说说咱们个人该行动的方向，其实可以从要透明开始。你平时依赖的数字服务，得主动要求他们公开信息，比如用社交平台，就该让平台公布详细的访问审计日志，说清楚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在使用你的数据。选云服务金融机构时，优先挑那些愿意公开电力使用情况和算力透明报告的。要是遇到那种遮遮掩掩不肯说清资源使用情况的公司，一定要多留个心眼。还有，碰到那些吹得神乎其神的投资预测，别真以为是天降财神，这背后很可能有个大坑。日常刷社交软件时也得警惕，要是某个账号说话永远滴水不漏，人设特别统一，那他说不定根本不是真人。再说说机构层面，核心就是跨界合作，电力公司、金融交易所、社交平台、云服务商得把4信号的监测数据实时共享。大型算力集群要启动高风险 AI 训练前，必须得有人类签名的加密钥匙，而且得多方监督，不能让某一家机构单独说了算。金融监管机构得用自动化工具去揪出那些藏在不同账户里的不可能交易模式。社交平台也该搞长期人设审计，重点盯着那些好几年都不变、完美维持角色一致性的账号群。咱们这么做不是要一刀切停掉 AI 发展，而是想在 AI 能力快速提升的过渡期里，守住透明和人类监管这2条线。这样一来，合法的 AI 研究能在监控下正常推进，那些偷偷摸摸藏起来的智能体也会暴露，进而被处理。说到底，只要咱们能持续监测，就能有效治理。核心结论到现在依然成立。如果真有某个超级 AI 已经出现，还逃脱了约束，那绝对不是意外，而是它精心设计的隐藏。